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同样一件事，昨天觉得没什么，今天却让你整个人崩溃；或是同一个人，上个月你觉得他很烦，这个月你又突然觉得，他其实还不错。事情没变，那个人也没变，但你的世界却完全不同了。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片刻，我想跟你说，你现在经历的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它本来的样子，它是你相信它之后才变成现在这样的。当你的内在状态改变，你相信的东西也会悄悄换一个版本。很多人这时候会说，那就是正向思考啊，换掉你旧的负面信念，用吸引力法则之类的啊。这些方法都没错，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你还是在故事里想办法改写剧本。而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更根本的一件事，不是要改剧本，而是你从哪里在看着这个剧本，那个位置叫做觉察。在我开始讲什么是觉察之前，我想先厘清一件事，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觉察这2个字会联想到自我觉察，就是那种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啊，去面对自己的创伤，去接受或是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些都没问题，只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简单来讲，自我觉察是站在比较个体性的角度去学习怎么应对故事内的那些事，而我说的回到觉察是一个更接近真相的位置，因为你不只是故事里的角色，你会开始认出你是那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空间本身。这2个的立足点是完全不同的。当你回到觉察，世界并不会被你处理掉，但是你观看世界的方式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好，那觉察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觉察是一种你要练习的能力，好像要更专注、更努力，甚至要更有纪律，你才会比较有觉察，但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觉察不是你要去做的一件事，它不是一个行为，它是你本来就存在的那个状态。你可以试试看，感觉一下，现在这一刻有没有一个知道，正在知道你正在听。那个知道不用努力，它本来就在，它就是觉察。它不属于任何念头，也不属于你的情绪、你的故事或你的身体。它就像一面镜子，任何东西都能在里面被照见，但是镜子本身不会因为照见任何东西而改变。它在所有东西照进来之前早就存在了。这面镜子就是我们生命最底层的那份安静，那个知道，也就是本身没有内容却能容纳任何内容的觉察。那觉察跟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版本，也就是说，你跟你身边的人经历同一件事，但你们的世界却有各自不同的版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世界是这样形成的，先有觉察，那是纯粹的在，它没有任何内容。然后有个念头或是画面出现了，这件事吸引了你的注意，你开始回应它，认同它，它就变成你的信念。信念并不是你表面的想法或是思考，它是当你默默同意了某件事是真的，信念就形成了。信念一旦形成，就会开始自动建构现实，包含你看见什么，感受什么，遇见什么。所以你现在活的这个版本的世界，它不是基于你喜不喜欢而被创造出来，它是你不自觉地相信了而被选中的版本。你相信的东西就是你正在活的这个宇宙，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从来没有意识到你正在相信什么？
好，那如果世界是我相信出来的，为什么我会觉得它那么真实，那么难改变呢？这是因为你忘了你在看。所有你的念头、情绪、记忆、感受，它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流场，一直在流动，一直在生成，然后消失。因为这些流动的东西是相对于生命静态的觉察，它们是生命动态的那一面。问题不是你有念头、有情绪、有反应，问题是你忘了你是那个在看着它们的观者。当你看着念头，它就只是一个念头，它升起，它消散，它一直都在流动。但当你开始相信它，你就抓住了它，你解释它，替它贴标签，你认同它，根据它来定义你是谁。那一刻，流动就停止了，世界开始变成某种固定的版本，你习以为常，甚至会不自觉地想要抓住这种你当作安全感的模式。而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你的人生从来都不只有你以为的那个版本。你可能会想，好，那我就换掉我的信念，我要建立新的信念，我要改变我的世界。这个想法没有错，但它还是在故事里的做法。更根本的一步是，你能不能先看见你正在相信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以为客观现实的版本里，你不会觉得那是你选的，你觉得那就是真的。如果你能退一步，就只是看见，哦，原来我相信了这件事是真的，这个看见本身就已经在动摇那个信念了。因为信念之所以产生力量，是因为你没有看见它。当你看见它，它就会开始松动。这也就是回到看见、回到觉察的一个过程。现在来到最核心的重点了。刚刚有提过，我们生命动态的那一面，念头、情绪，我们的人生故事是流动的，它们一直在换，一直在演，它们只是画面。问题就出在我们很容易不自觉把自己当成那个画面里的角色。当剧情波动很强烈，我们会跟着巨大的受苦。当故事没有如预期的发展顺利，我们也常常跟着卡住。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又忘了我们是在看的那个。真正的我们是那个承载画面的荧幕本身。荧幕不在故事里，画面中的剧情可以燃烧，可以崩溃，但是荧幕从来都不会被烧破，更不会因为任何伤害而留下痕迹。那我们要怎么回到荧幕的位置呢？这几年我自己练习，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其中一种是让注意力失焦。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原本盯着某个东西看，你的眼神突然放松，视野变宽，你跟那个东西之间产生了一个空间，你的注意力转而停留在那个空间里。每次当你看着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这样做，慢慢的你会越来越能感知到那个空无一物但静静看着一切的就是觉察。其实那个空间它一直都在，它是透明的，没有形体，没有边界，没有重量。我们的整个人生剧情都在里面演，念头在里面出现，情绪也在里面升起，但这个空间本身从来没动过。你就会感觉到念头和情绪，它们是来了就会走的，很像海上的浪花升起，就会自动消融于大海。但你是能容纳念头、情绪和任何剧情穿透你而流过的那个透明的空间。你是那个大海，不是浪花。我常常冥想，让自己往下沉入大海，或是往后退回到那个更大的空间里。我发现，当我不再紧抓任何事，所有的事件都会开始自己流动，不需要我去解决，
更不需要我去救赎，他们会自己演完，自己消散，回归空间，回到大海，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这个单纯的在是一种不被带走的清明，它比任何积极的作为都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人生故事找到出口。因为在背景中安静地看着，反而是最深的清醒。这就是回到觉察，它不是你要找的东西，它是你一直以来本来就是的那个状态。觉察是我们本来的状态，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它，我们只需要停止离开它。当我们看见自己正在相信什么，那个看见就会让世界开始松动。生活还在，故事也还会继续演，但我们会逐渐从梦中醒来。醒来之后发现梦还是在继续，但我们可以常常回到觉察的立足点，清醒的做梦。真正的明白，世界从来没有困住我们，是我们相信它的方式，让它看起来似乎无法改变。是我们紧抓的那双手，让流动停止。当我们放开那双手，会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需要那双手。原本抓住的那些让我们痛苦的定义，让我们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信念，它们并不是真相，它们只是我们自己曾经相信的其中一个版本。而版本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不是靠努力，而是靠回到觉察，静静的看。当你看见你现在的这个世界只是你正在相信的那一个版本，你就已经不再只是那个版本了。